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176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预帅16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了，价格可以说是一路下滑，甚至都没有什么停下来的趋势。之前还有朋友想着是不是有可能配色可以拯救一下，但是出来了这么多的配色，还是这个首发的白色是最好看的。而在最近，李宁的最强电商款利刃迎来了第3代的鞋款，同样搭载了全掌的泵，再加上它的颜值，不少朋友都说这一代的利刃才更像是预帅应该有的水准。不过颜值只是外在，实战水平的好坏才是身为一双实战鞋最核心的一个点。那这两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？那如果你在犹豫在这两双鞋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去做选择，看完这一期视频，你们应该就能找到答案。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双鞋的外观。那你们觉得这两双鞋在外观方面分别可以打几分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双预帅，虽然在图片上面看上去确实有一点丑，但是上脚之后其实还算可以接受，并没有特别的糟糕。配色方面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棉花糖配色，算是现在推出的所有配色当中比较好看的一个了。而它的外观设计方面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的后跟以及这一个李宁的 logo。那如果它的 logo 只有这几条线，会不会看上去整体的颜值会更好一些呢？而利刃3代在外观方面就明显比预帅16要好上不少，整体的外观设计更加的协调一些，中底部位的大面积 TPU 片在色彩方面也做出了一个渐变的效果，让整体的色彩过渡更加的自然。其实首发的这一个配色，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，我觉得还是网络上最先曝光出来的那一个紫色会更加好看一些。那在外观方面，两双鞋还都算是比较普通的团队鞋款的外观，不过显然利刃3在这一方面是更胜一筹的。那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大底方面，预帅16的纹路跟预帅15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在抓地力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并且在吸灰方面也控制得非常不错。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，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。不过它并没有搭载李宁自家的 Tough Rub， 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比较普通。好在它的纹路深度还是比较可观的，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没有问题。而利刃3代的纹路则是由利刃的 logo 这样的一个8芒星的图案作为中心向外扩散，在前掌后掌都是如此，形成了大面积的人字纹纹路，并且对于各个方向都有相对应的纹路来应对。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，不过它在前掌的中间位置这个利刃的 logo 位置纹路过于密集了一些，在吸灰方面比预帅略差一些。对于吸灰方面的控制虽然也还算 OK， 但是一定要比拼的话，预帅在这一方面是要更为优秀一些的。而在耐磨性方面，利刃就要好上不少了。利刃3搭载了李宁自家的 Tough Rub 耐磨橡胶，大底橡胶的硬度比预帅明显要高不少，在耐磨性方面有着更为优秀的表现。那如果你对于耐磨性有着比较高的要求，利刃会是更好的选择。在大底方面，预帅在吸灰方面稍好一点点，但是利刃在耐磨方面要好上不少。而在中底方面，两双鞋同样都是搭载了全掌的泵，也同样在球鞋的外侧使用了大面积的 TPU 材质进行了加固，设计理念是完全一样的。不过两者在调教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。利刃的中底厚度比预帅要略微薄一些，在场地感方面会有更好一些的表现。但是利刃的中底缓韧材料调教比预帅要偏软一些，而预帅的调教更加偏韧一点。在缓震的极限方面，预帅会比利刃要稍好一点。不过这两双鞋在缓震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，穿它们实战的时候都不会出现明显的震脚现象。不过如果你的体重是比较大的，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，你可以优先考虑一下预帅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利刃会更加优秀一点，中底的重心更加低一点，场地感表现更好。不过两者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差距并不大。利刃虽然中底更薄，但是调教要偏软一些，而预帅虽然重心要高一些，但是调教更加偏韧一点，所以反应性方面的差别并不大。在中底方面的表现，两者算是旗鼓相当。那如果你想要更为优秀的场地感，你就选择利刃；那如果你想要更为优秀的缓震极限，那预帅则是更好的选择。
在鞋面方面，两者虽然用料差别很大，但是在实际的实战方面差别并不大。玉帅使用了大面积的硬质热熔材料，而利刃则使用了大面积的编织鞋面，与 AJ36非常的相似。在透气性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，透气性方面利刃3可以说是碾压玉帅的。并且在舒适度方面，利刃的表现也更为优秀。玉帅的鞋面整体的材质偏硬，在跑动弯折时无法与双脚完美贴合，会出现明显的褶皱，并且会有一点点硌脚的现象。不过对于实战并没有多大的影响，只是硬要去比较的话，利刃的鞋面舒适性会比玉帅更加优秀一些。在包裹型方面，两者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，正常脚型或者略微偏宽、偏窄都可以选择，并且它们都可以提供给你们非常优秀的包裹体验。而在锁定方面，两者也做得都非常棒，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，在锁定方面都没有问题。不过硬要比一个高低的话，那玉帅的表现会更好一些，但是差距并不明显。而在支撑性方面，两者的鞋面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，玉帅会略微好一点。玉帅上扳至鞋面的侧面 TPU 强度会比利刃的稍高一点，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，球鞋的整体姿态会保持得更好一些。并且球鞋后跟处超大面积的中底橡胶上扳是利刃所不具备的，玉帅在球鞋后跟处的支撑也要强于利刃。两者在整体的刚性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，无法决出一个高低。在足弓处的支撑，两者都有所欠缺，不过利刃会稍好一点，但是两者都比玉帅15要明显好一些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在稳定性方面，两者的表现也都非常不错，两者的大底宽度相当，并且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，在中底的重心方面也都是比较合适的。不过利刃有着更低一些的重心，并且前掌的宽度也要宽那么一点点，所以利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会稍好一点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码的利刃3代重量是414克，而玉帅16则为389克，在重量方面玉帅更胜一筹。这两双鞋在实战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团队款篮球鞋。玉帅16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.5分，利刃3代8.7分。玉帅的缓震极限更高，重量更轻，侧向支撑更为优秀，抓地力的表现也更为出色。而利刃3代则在耐磨、舒适、场地感以及稳定性方面有着更好的表现。两者在实战方面的差距其实是非常细微的，选择任何一个鞋款都没有问题。那具体要如何进行选择，就看你们自己怎么想了。那如果你要购买这两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这两双鞋都是不偏码的。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两双鞋我都选择的是42码，是非常合适的，你们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大家有空来做 Peace。